前两天在翻粉丝私信的时候，偶然间看到一位名叫我下划线小崔的小伙伴，表示希望做一本能做一期海贼王历程回顾的专题，聊聊海贼王为什么会这么火，以及早期的海贼王氛围是什么样的。不得不说，这个话题也勾起了我的兴趣。今年是海贼王连载的第24个年头，这个时间甚至比一些海迷的年龄还要大。我自己也是大约从10年前开始接触海贼，也对早期海贼王的发展过程十分好奇。于是我试着搜了一下相关资料，终于明白那个小伙伴说的话，原来真的很少。而且从连载第2年开始，海贼王就开始占领漫画销量榜，争出产季巅峰。直觉告诉我，这看似简单的成功背后，必然有许多早已被人淡忘的过去。终于在花了2天时间，找了作者尾田荣一郎目前所有公开的资料和访谈记录后，终于可以来给大家聊聊海贼王的发展故事，并试着回答那个问题：海贼王为什么会这么火？1974年，名为《北海小英雄》的动画在日本首播，并开始风靡。它讲述了北欧波兰村的水手由黑龙船长带领出航，经历各种冒险的故事。第2年，尾田荣一郎在日本熊本县出生。童年时期的尾田深受《北海小英雄》故事的影响，因此喜欢上了海盗，成为后来创作《One Piece》的灵感源头。另一部对尾田影响很深的作品是鸟山明的《龙珠》，《龙珠》成为了尾田最喜欢的漫画，而鸟山明也成为了尾田最崇拜的人。4岁时，尾田立志成为一个漫画家。因为他觉得当漫画家就可以不用工作，也许这是抱着画出自己的海贼故事的想法，他开始学习画画。到了中学阶段，他已经想好了后来海贼王的剧情框架，包括结局，当然细节还没有完善。因为直到1992年高中毕业后，尾田才开始接触漫画家这一行业。那一年，尾田就读于九州东海大学附属第2高等学校工程部建筑系。大一时，他以月火水木金土的奇怪笔名，将自己高中时代创作的作品《Wanting》投稿给周刊少年 Jump。这是一部以西部为题材创作的短篇漫画。主角是枪手基尔巴斯达，是个无论走到哪里都被赏金猎人视为目标的通缉犯。但基尔具有高超的枪法和智谋，总是能够化险为夷。由于主角无敌的人设，所以汉化组干脆把这部作品翻译为了《无敌王》。这粗糙的画风无不流露着当年尾田青涩的画工，但核心的画风已经定型，已经有海贼王的影子。封面悬赏令的风格也被延续到了海贼王中，而赏金猎人这个元素也在海贼王最初的东海篇出现。这一波是自己致敬自己。汪提这部作品最后入选了第44届手冢奖，尾田得到了1张奖状和100万日元的奖励。手冢奖是由集英社主办的，针对少年向故事漫画的新人奖，以日本漫画之神手冢治虫命名。他的代表作之一是铁臂阿童木。手冢奖的目的是为了鼓励新人漫画家的创作热情，这是尾田第一次被认可，也是第一次遭到争议。因为这部早期作品无论从剧情上还是画工上都很难称得上优秀，只能说同期的其他新人作品更糟糕，才让尾田有了获奖机会，全靠同行衬托。在这届手冢奖的宴会上，尾田作为刚出道的新人，紧张地出现在会场中，第一次见到了当时已经成名的井上雄彦，也就是经典神作《灌篮高手》的作者。井上在给尾田的签名里画上了飞机头的樱木花道，这个签名也被尾田小心保管至今。入选手冢奖到底对尾田影响有多大，也许只有他本人才清楚了。我们只知道第2年他就退学了。1993年，尾田在九州东海大学工学部建筑学科就读1年后选择了退学，真正踏上了漫画家之路。这段建筑学专业的学习时间虽然十分短暂，但从后来海贼王中宏大的建筑场景、细致的船只结构等等设计来看，学习建筑学还是对尾田的画工大有裨益。多年以后，尾田在访谈中表示，画好场景细节不仅能够提供信息，还能创造氛围，即便读者没有特别注意，也能起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。所以不要小看你身边学习土木专业的朋友，说不定哪天就画出了山贼王。离开学校后，新人尾田选择了成为其他漫画家前辈的助手，以此开启漫画家之路。1994年，他跟随的第一位老师是甲斐古忍，后来的代表作是诈欺游戏。在甲斐这里，尾田第一次接触到了漫画工作室的概念，开始了解漫画家连载作品的过程和艰辛。原来漫画家也是要辛勤工作的。在当了1个月助手后，甲斐连载了一部漫画完结，尾田于是离开了甲斐工作室，成为了另一位漫画家德弘正也的助手。德弘正也的作品我们可能比较陌生，但他对尾田的影响却很大。他发现了尾田画工基础薄弱的缺点，恶补了不少漫画知识，让他学会用细节去刻画不同人物的特点，明白了即便是线条粗细的变化，也会有天壤之别的表现力，细节才最感染人，寻找故事中受欢迎的内在共性等等观点，大概也是后来尾田成为细节狂魔的启蒙老师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尾田暂时离开了德弘工作室，成为了和月生红的助手。和月生红的代表作是浪客剑心，于1994年开始连载。虽然尾田是助手，但和月生红更喜欢互相称呼为伙伴。和月的另一个助手是武井弘之，后来他画出了通灵王。和月从尾田身上看到了天赋和努力，两个人亦师亦友，给了尾田许多施展的空间以及各种指导。4个月后，由于德弘正也开启了新的连载，尾田再次回到了德弘工作室。接下来的2年时间里，尾田一边工作一边锻炼着自己的画工，直到96年漫画完结。德弘工作室旁边有个二手书屋，尾田经常会去淘一些旧的海贼漫画学习参考，那个时候就已经在为海贼王做准备了。从1993年到1996年，短短的3年间，尾田快速补齐了自己的短板，
逐渐成长为一名真正的漫画家。1994年，他的作品《异鬼夜行》再次获奖，并被刊登在4月的 Jump 春季特刊中。同年10月，他的另一部作品《Monster》也被刊登在了 Jump 秋季特刊中。Monster 这部作品，我们在之前分析索隆人设时有提到，主角是一名剑士，名为罗马基克，是海贼王中传说剑士穿越罗马的原型。后来尾田甚至表示 ，Monster 与 One Piece 有着共同的世界观，相当于是一部外传。这些作品的成功极大提升了尾田的信心，他开始为一部可以长篇连载的作品做准备。1996年，尾田创作了 One Piece 的原型作品《Romance Down》，意为冒险的黎明。这个名字后来也成为了海贼王漫画第1话和第601话的标题。Romance Down 有2个短篇，但主角都叫门崎迪路飞。故事中还出现了娜美卡普的原型，无论是画风还是世界观设定，都已经和后来的 One Piece 非常接近，甚至里面还出现了价值50亿贝里的香蕉果实。可以说 ，Romance Down 就是尾田开始海贼王创作前的最后一次练手，甚至就是另一个版本的海贼王。而浪漫和黎明也将在之后一直成为海贼王故事的2大核心。Romance Down 让 Jump 编辑部看到了希望。1996年到1997年这段时间，正好是 Jump 青黄不接的时候，号称白金3巨头的龙珠、灌篮高手、幽游白书一起完结，一下子出现了巨大的真空期。Jump 发行量暴跌了200多万，编辑部上下如坐针毡，急需另一部大作来撑住场面。而这一年也是尾田踏入漫画家之路的第4个年头，在经历了青涩与懵懂，看遍了真实的残酷，从粗糙的画工、单薄的叙事，逐步向考究的细节、有趣的剧情跨越。他站在了命运的10日路口，大海的另一头，梦想正在向他招手，是时候去完成那个早已在自己心中诞生过无数次的故事了。1997年，周刊少年 Jump 第34号开始连载《One Piece》，作者尾田荣一郎22岁，传奇就此开始。海贼王漫画连载开始后，很快引发巨大反响，新奇独特的人设、跌宕起伏的剧情以及大海冒险的魅力，众多元素都让当时的读者耳目一新，对作品的喜爱和热情很快转化成了 Jump 周刊和漫画单行本节节攀升的发行量。1999年3月，海贼王单行本第7卷发售，故事刚刚来到山治和海上餐厅巴拉蒂，草帽团创始人还没有在东海集结完毕。这时前7卷漫画总发行量已经达到780万册，卷均发行量突破100万册，这是一个极具里程碑意义的标志。因为之前达到这个记录的是《龙珠》《灌篮高手》这样的神作。Jump 编辑们期待的救世主真的出现了，前辈们也纷纷向尾田发来祝贺。横越深红特地在浪客剑心19卷161话的炸弹上画出了海贼王漫画的 logo 标志，草帽海贼团的旗帜真梦幻联动。漫画的巨大成功让海贼王很快得到机会改编为动画。1999年10月20日开始在日本富士电视台播出，但是谁也没有想到，它将成为东映动画制作过的动画作品中时间最长的作品。动画相比漫画有着天然的优势，更强的传播力和更好的接受程度，这些都帮助海贼王收获了更多人气。动画播出后，再次推高了漫画的销量。属于尾田的海贼时代到来了。他原本打算用5年的时间完结One Piece的故事，最初的设想里是围绕4皇与敌人战斗展开剧情。然而由于想到了玩下七武海的点子，希望将这7个海贼的故事画好，使得海贼王故事线的深度和广度开始不断延伸。举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，玩下七武海之一的圣平，早在漫画69话就出现了，但直到漫画528话才正式登场。整整过去了10年，直到现在，海贼王依然时不时传出即将完结的消息，但尾田却好像越画越多，完全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，让人不得不感叹，他真的太想画好这个故事了。自海贼王剧情进入伟大航路之后，就一路高歌猛进，尾田越来越自信，画工也越来越精湛。他开始将那些不知道在脑海中憋了多久的想法，疯狂输出在稿纸上，用近乎无限的想象力，造就了一个又一个神奇的岛屿和故事，给读者带来了众多经典篇章。从金鱼拉布的故事开始，草帽一伙的冒险徐徐铺开，真正展现出大海的神奇与魅力。越来越多个性鲜明、外形独特的角色登场，让读者们应接不暇。他们共同串起了一个又一个热血与感动并存的冒险故事。在尾田的笔下，即便是一个其貌不扬的小角色，身上也有令人印象深刻的闪光点；即便是一个坏事做尽的反派，内心深处也有着对自己信念的偏执。海贼王中鲜有绝对的善恶，每个角色都在为自己的信念而活，并以此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，贯彻到底。绝对的个性爆发出惊人的魅力，这种对人物角色的细腻刻画，正是源自尾田在担任前辈们助手时所学习积累的成果。德弘正也曾让尾田完成《新秀斗泰山》里的一幅定格画，用来表现世界各地人们的画面。德弘正也很少将这样的画面交给助手完成，这代表着他对尾田的信任。所以尾田非常重视这次的任务，十分认真地完成了画作，却忽略了一个问题：所有人物的脸型全部一致，毫无重点可言，最后让画面看起来很拥挤，却没有什么表现力。德弘正也最后还是收下了这幅画，但这件事成为了尾田心中的一个阴影，从此非常重视人物外观的设计，特别是脸的轮廓，力求创作出不同的脸型。正因为这个插曲，我们后来才在海贼王中看到了各种神奇的角色，他们外观各异，性格各异，拒绝千篇一律。截止到漫画1000话，海贼王中出现过的有名有姓的角色多达1224名，
是一个真正庞大的海贼世界。更难能可贵的是，许多角色我们只要一眼看到，就能联想起他背后的故事，忍不住想要再次重温一下当时的情境。尾田对故事塑造的用心，是海贼王经久不衰的另一个原因。如果说细腻独特的外观设计构成了一名角色的肉体，那么真正支撑这副躯体灵魂的，正是其背后的故事经历。从东海篇开始，草帽一伙的每个成员在上船前，都刻画了一场独特而精彩的冒险。这些角色的过去与现在的经历，共同催生了角色内心深处的梦想，并进一步构成了他们出海的理由和动力。一切都是水到渠成。除了角色自身的故事外，尾田还会在意角色与角色之间的联系，即所谓的伏笔。通过一个又一个角色间的羁绊，继续引导出新的故事、新的冒险。在让角色形象厚度继续增加的同时，也让剧情的创作空间越来越宽广。尾田的创作欲望也得到了释放，越画越多。海贼王的故事在阿拉巴斯坦篇到达第一个小高潮，神奇的跳舞粉被王下7海之一的克洛克达尔利用，引发沙之王国长达3年的干旱，挑起民众与国王之间的矛盾，最终引发战争。心系国民的国王寇布拉深陷海贼的阴谋漩涡之中，被一步步剥夺信任。公主薇薇儿时最好的玩伴寇莎，此时却成为了反叛军的首领，双方都是为了拯救国家而战，形成强烈反差。阿拉巴斯坦篇的关键词是阴谋和模仿，不仅有克洛克达尔伪善的作态，还有密斯特兔小冯一次次改变的面孔。当亲眼所见都不再是真实的时候，人们又将如何坚定自己的信念呢？在精彩热血的战斗之外，尾田着重表达了对信任与忠诚的思考。吮之贝尔最后以最壮烈的方式回答了这个问题。阿拉巴斯坦篇后，海贼王故事马上迎来第一个巅峰——空岛篇。这个构建在万米高空世界的故事，至今仍被粉丝们奉为最浪漫的篇章。人们第一次见识到，在远离大海的天空中，还有一个更加神奇的空岛。这其中又牵扯到2个国度间长达100年的恩怨，以及诺兰度、卡尔加拉跨越时间空间而不朽的友情羁绊。这个篇章从魔古镇开始，全程高能，名场面金句频出。尾田也让我们见识到了高超的人物心理和剧情逻辑设计。这个篇章末尾的旁白文案更是一大亮点。钟声是颂扬都市曾经辉煌的香多拉之灯，是宣告战争终结的岛上歌声，是在400年后再次响起的约定的钟声。无论到加亚岛的旅程多么漫长，遥远的记忆从未被忘怀，因为过去的人们将他们的心声寄托在钟声里，在响遍天涯海角的歌声中寄托着他们高傲的心声。我们在这里，举头仰望映入眼帘的苍穹，一幻一真，云端之上的神之国，在1万米的高空，只要侧耳倾听就能听到钟声。今天响起了，明天还会响起，那响彻云霄的钟声，为漂浮在天空的大地而自豪的歌唱。整个空岛篇都在表达着人类追寻梦想的勇气。那些饱经风霜、历经艰险的人们，坚守着心中那个看似天方夜谭、不可思议的梦想，遭受非议与凌辱也绝不动摇。人生并非一定要到达终点才算胜利，坚定不移地贯彻自己的冒险，本身就是一种浪漫。毫无疑问，空岛篇再次将海贼王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。然而危机也很快到来。空岛篇之后的长环岛篇饱受争议，至今还有许多粉丝以为那个是番外。长环岛怪诞的设计，福克西海贼团不讨喜的人设，以及缺少爆点的剧情故事，即便是作为一个过渡篇章，也很难让读者满意。而接下来的水之七岛篇又再次给读者泼了一盆冷水。先是美丽号遭遇换船危机，紧接着路飞与乌索普决裂，罗宾不告而别，草帽一伙又卷入了杀害冰山的阴谋，遭遇前所未有的险境。就像娜美说的，这个团体好像就要瓦解了似的。整个篇章氛围十分沉重，与之前欢乐的冒险形成强烈反差。追着连载的读者们的心情自然也跟着出现了巨大落差。这种影响很快反映在漫画销量和动画收视率上。一向优等生的海贼王第一次出现了下跌危机，但尾田似乎并没有受到影响，剧情故事继续发展。司法岛篇的账目揭开，草帽一伙为了罗宾对抗整个世界的勇气宣言，也宣告着海贼王王者归来。从上一个篇章积累至今的压抑感，随着路飞2档、3档疾风作雨般的攻势尽情宣泄。草帽一伙对罗宾的误解，就像是读者对尾田的误解。真相大白之后，就是热血激情的大爆发。海贼王迎来第2个高峰，狙击王烧毁旗帜，罗宾的呐喊，路飞顽强的战斗，以及最后送别美丽号。这个篇章再次将友情推升到一个新的高度。谁说朋友一定要靠牺牲相互成全，也可以同心协力对抗世界。谁说羁绊只存在于人类之间？不要忘了，并肩作战的伙伴一直都还有一个。后来在一次尾田与井上雄彦的访谈中，井上就开玩笑的说，One Piece 里想要传达的东西多到像是快板出来了一样，而尾田也知之，画面已经够乱了，但还是有想要把所有东西不顾一切全都画出来的冲动。他早就想好了结局，并且一直没有改变过，但结局之前需要铺陈的事件却多到完全吃不消的程度。对于一部连载漫画来说，剧情铺垫与读者耐心是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，十分考验作者把握剧情的功力。尾田觉得，如果不能让读者乐在其中的话，那画漫画就没有意义了。当读者开心的同时，自己也会感到开心。我并不否认自己所做的事就是在娱乐大众，这样不是很幸福吗？还有什么是比让读者喜悦还要更快乐的事？传递快乐有许许多多的表达方式，但也正因为此，如何找到引发读者共鸣的途径，成为一件很难的事情。海贼王的故事总是笑中带泪，热血与感动并存，可以直接沉浸在一场场勇气爆棚的战斗中，也可以慢慢体会剧情背后的人生思考。
虽然是一部定位青少年的热血漫画，却记述着超越这个年龄的深刻见解。也许正因为此，海贼王中的许多桥段发人深省。然而，如果以成年人的视角去审视剧情里的每一处细节，又会发现许多幼稚的地方。主角的成长速度，部分配角的刻画，在作品中只会有一个答案，就需要面对全世界范围各种各样不同人群的读者。当我们阅读一部作品时，总是会不自觉地将自己的心态、观点、经历带入其中，会有觉得这个角色不应该这样，而应该这样的奇妙时刻。然而，正如一个人有选择讨厌的权利，其他人同样也有选择喜欢的权利。一部作品想要同时满足所有人的期待，从一开始就是不可能的。也唯有坚持自己的信念，好好的将自己的故事讲完，才能不辜负其存在的意义。聊了这么久，我们粗略地讲完了《海贼王》这部作品的前世今生，它的经历、它的成功、它的争议。当我们理性地将这些线索平铺在纸面上重新回顾，却又感觉少了些什么。没错，这是因为我们与这部作品的连接，并不是那些冰冷的销量数字，而是那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和他们的故事。举几个例子，在沙漠中挖出清水有多难？名为多托的老者，独自留在被沙暴摧毁的绿洲约巴，用年迈的身躯与无尽的沙漠战斗着，一场一场的向着沙漠深处缓慢挖掘，却又会被沙子一次又一次的掩盖吞噬。人们纷纷逃离这座城市，或是组成了强大的反叛军，将这个国家推向战火的深渊。多托就在最绝望的境地中，一个人坚守着最后的希望，只为了证明绿洲还活着，水一定会出现。人在自然面前何等渺小，然而人的意志又是那么坚不可摧。自愿留在地狱需要多大的勇气？Mr. Two 冯克雷在饱受大监狱推进城的煎熬之后，又历经无数磨难，重新回到了人间。没有人会轻易舍弃来之不易的生命，然而小冯却再一次做出了选择，用自己最后的表演换来了正义之门的开启，给伙伴们在绝境中打开一丝缝隙，逃出升天，自己却留下来面对愤怒的地狱之王。人妖无需临别赠言，这份心意即便跨越深渊大海，也确确实实的传达到了。被全世界遗忘是什么感觉？居鲁士年少轻狂的他，曾经为了好朋友而成为了杀人犯，因为利库王的一个善念而改变人生，终于成为了王国军队长，国家的守护神，还遇见了至暗的公主斯卡莱特。然而就在堂吉诃德家族入侵的那一夜，他被同居果实的能力诅咒，变成了一名玩具士兵。这世间所有关于他的记忆都被同时抹去，孱弱的铁皮身躯只能眼睁睁看着至暗死去，就连逐渐冰冷的体温都感受不到。居鲁士从地狱回到人间，又再次坠入深渊，尝遍了绝望与痛苦。即便所有人都忘记了他的名字，也要以这副残躯去夺回国家。无论是身为父亲还是丈夫，都有必须坚持下去的理由。真正的男人到底要怎么定义？赞里奥尔·皮克身处残暴无情的堂吉诃德家族，却有着一份至情至性的真男人做派。13年前遇见的一生挚爱露西安，桑尼奥尔隐瞒了自己的海贼身份，因为露西安讨厌海贼。两人结婚不久后就生下了一个孩子，桑尼奥尔却突然不辞而别，跟随多弗朗明哥出海征战。再次回来时，他们的孩子已经夭折。露西安也察觉到了桑尼奥尔的谎言，一顿争吵过后，露西安夺门而出，却在风雨里遇到意外，头部受伤变成了植物人。桑尼奥尔陷入深深的懊悔与自责，为了能让露西安再次露出笑容，他用各种方式哄她开心。偶然间穿上了自己孩子的婴儿装，露西安意外地露出了笑容。从此以后，桑尼奥尔就一直保持着这副打扮，无论他人如何嘲笑，如何不解，他都不会有一丝动摇，因为对他而言，这身打扮比任何高价的西装都更有价值。诚然，《海贼王》是一部热血少年漫，热血激昂的奋斗是不变的主旋律，但他所刻画的一个个配角，以及他们平凡背后所不平凡的坚持，都在默默地吟咏赞歌。不一定得到别人的定义才是主角，每个人都可以是自己的主角。友情、梦想、自由，这部作品带给我们的感动，正是对我们内心深处细小坚持的放大。以勇气为剑，梦想作帆，指引我们穿越万千艰难险阻，直至终点尽头。真正的大海有着无垠辽阔，真实的世界有着无限可能。我是朱爱本，感谢收看本期视频，愿你也能找到心中梦想，不负热爱。